好，我是莎拉，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2024年东京最新的景点 TeamLab Borderless。那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 TeamLab Borderless 呢，在2024年的2月9号，在这个目前最热门的景点麻布台之丘 Plaza C 已经开幕喽。交通的部分呢，大家一样可以搭日比谷线到神谷町站5号出口，就可以从地下通道直接到达这个 TeamLab Borderless。那这个全新的展览空间呢，除了原本在台场的一些经典作品之外，它还新增了3个全新的一个作品空间哦，分别是泡泡宇宙、花与人以及浪花。那这些作品空间呢，它一样是希望传达给大家一个认知的存在这样的一个理念哦。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在进去之前呢，也可以下载他们的官方 APP。那在逛整个展览空间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你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APP 去更了解他在这个艺术的背后所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些理念哦。那在票价的部分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线上先购买哦，因为线上购买不但是比原本的一个实体票价便宜200块日币之外呢，而且你也可以预约时段，以免到时候你如果到现场，如果当天是额满的状态的话呢，可能是没有办法入场的哦。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线上购买。那我们线上购买的票价呢是3980日币哦。那在官网上可以看到它的票价其实是浮动的，所以可以大家再依照自己的行程去安排你们要购买的日期。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去看看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 TeamLab Borderless 有什么厉害的地方。Let's go！首先，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次新开幕的3个新作品之一——泡泡宇宙。那这个泡泡宇宙呢，人气超高，它是一个独立空间。进去之前，工作人员会依据排队的人潮调整观赏时间。那整个作品的概念呢，就是这个每个发光的球体都需要凭借着环境的互动以及光线，才能创造出当下独一无二的景色。时而丰富的色彩，时而一致的水晶体颜色，真的非常的漂亮。而一进去呢，会看到这些随机排列的泡泡球，看似随机排列，实际上呢却是整个团队透过数学公式的方式去确定每一个球体的垂钓位置，确保每一个球体呢到最近的另外一个球体之间是可以透过光的轨迹展现出美感。因此呢，在空间内的每一个光影变化，都是当下的每一个人与他人所创造出来的光以及产生的作品。那我甚至排队进去了2次哦，因为2次我看到光影都非常的迷人，很像掉进大型的万花筒一样。非常推荐大家这个泡泡宇宙的作品呢，一定要记下，不要漏看了哟。那这个花与人也是这次展场的新作品哦。这个作品空间呢，同时存在着多个季节，而季节也会一直的变化。墙上的花呢，会配合着季节的变化而产生新的生长地点。那比较有趣的是，就是当你移动到这个花朵附近的时候，你在这边移动，花朵则会慢慢的凋零；而当你静止不动的时候，花朵则会开放的比平常更多。那这个作品呢，它并不是预录好的影像而投影在墙上哦，而是透过电脑程式依照当下的一个观众互动状况而绘制而成。那所以观赏者的行为会变成作品的一部分哦。
拍照之余，也不妨可以静止不动，观察墙上的风景变化哦。那这个形成漩涡的一个艺术呢，是我觉得在这边非常有趣的一个互动体验哦。当你移动的时候，你移动的方向上会产生力量，因此当你快速移动的时候，你脚下的线条会与周围的流速产生差异，而造成漩涡。所以当参观者停止移动的时候，空间也不会再有流动出现。那这个作品呢，是借由无数的粒子连续影响来产生的一个流体表现哦，非常适合大人小孩在这边观察有趣的力与速度的变化哦。再来这个地形的记忆呢，这个作品空间其实有点像是把一年四季浓缩起来，随着时间的变化，在这里可以看到春夏秋冬不同景色的自然景观。那你可以自由的在圆形的平面圆圈之间走动，而你的走动呢会变成作品的一部分哦。在你移动的当下呢，周围的景色也会发生变化，而这背后所想传达的就是人与人会因彼此的存在而发生改变，但同时也一起融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建议大家在这里可以感受一下自己对周围景色造成的变化，也观察一下你进去的时候遇到的是什么季节哦。那在这个 Future Park 呢，是非常多人喜欢的一个作品空间哦，因为在这边呢，你可以自由的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水中生物。但是其实在这个互动的体验背后呢，其实团队想要传达的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大部分的手工作业都被机械取代，而 AI 的发展出来，未来30年可能会有我们很多想象不到的新工作或者新的工作模式。因此，在共同创造这件事情上面，会变成是最重要的。
让大家来共同创造出一个未来的海洋世界呢，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有创造力，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哦。所以在这边呢，大家不论年龄、背景、性别，都能绘画出属于自己的水中生物，并且与他人的作品一起让整个海洋世界更加的丰富。所以记得来这边的话，一定要记得想好你要画的图案，然后在这边跟你的作品一起合照哦。这里呢有一间茶屋，在这里呢，除了可以喝到特制口味的茶之外，还可以边喝茶边欣赏光影的风貌哦。原本我们以为影像应该只是投影在单一定点，后来发现移动茶杯，整个光影的位置也会跟着移动诶。非常推荐大家逛累了也可以进来喝杯茶休息一下哦。这个 Infinity Crystal World 呢，是我感受最强烈的一个作品，我非常喜欢这个空间。你可以在这里呢，透过 TeamLab 的 App 选择你想要加入创作的要素。那你加入了创作的要素呢，就会创造出当下的艺术作品。所以在这个空间之中呢，任何要素的影响都会创造出不同的一个光影的光线变化哦。而这个作品呢，它是透过电脑程式不断的进行描绘，并不是预先录制好的影像哦。所以当下的观赏者决定要投入哪些要素，会让这个空间的一个影像以及光线持续的不断的变化。那你当下看到眼前的这个瞬间呢，将不会再出现第二次。那在这边呢，真的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动。我们现在已经逛完出来了，我们在里面整整待了4个半小时，超级久。但里面真的非常的大，而且同一个空间你重复进去，它都会是不同的一个光影艺术的呈现哦。所以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先吃饱再进去哦，因为里面是没有任何餐厅饮食的空间哦。那虽然里面它有一个茶屋，它是有一个光影的一个艺术呈现的一个茶屋，可以让大家在里面体验除了光影之外，然后品尝他们的一个茶道的一个艺术哦。那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品呢，就是 Infinity Crystal World 这个作品集，在里面有一种无限的一个空间的感觉，然后会觉得自己的很渺小，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释怀的感觉哦。那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艺术作品，分享给
给大家。那另外呢，就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在观赏艺术作品的过程当中，可以透过他们的 APP 去了解他们整个艺术每一个空间作品他们背后的一个意涵。因为我觉得了解意涵之后，你可以更在他们的作品的一个呈现上面会更有共鸣。那最后呢，就是因为这个一个 borderless 的一个艺术空间呢，它强调的就是无边界嘛，所以其实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制式的观赏空间的，你可以在里面自由的去探索，也有可能你可能就 miss 掉某一两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览空间哦，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去之前呢，先想好我们想要看的一个展览空间，还有一定要拍到的内容，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不会在逛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遗漏掉，然后出来就会觉得很可惜。好，那以上就是我在这个 TeamLab Borderless 的一个心得分享，希望大家喜欢。那如果喜欢的话，也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